为什么驼舍古帝在飞升大千世界之前，要将虚无吞炎跟净莲妖火以及一枚地品除丹困在古帝洞府呢？带着他们前往下一个副本，驼舍古帝的战力岂不会更高？又为何说若不是这两枚异火认主不佳的话，最终成就斗帝的就不是混天地与萧炎了，而是虚无吞炎跟净莲妖火了呢？有的人可能就要问了，异火也能够达到斗帝之境吗？没错，若是机缘足够的前提下，即便是排名较低的异火也确实能够达到，因为驼舍古帝就是个例子，它本身便是一枚弱小且排名较低的异火，它偶然间得到焚诀这部功法，在那个元气尚还存在的远古年代，通过不断吞噬比自己强上一点的异火，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虚无吞炎与净莲妖火，最终成就排名第一的帝炎，且登顶斗帝之境。不得不说，当初药老送给萧炎的这部焚诀，其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啊。只不过原著当中只是说此功法是药老在一处远古遗迹中偶然所得，并且连驼舍古帝也不知道此功法的创始者，想来应该是从上位面流传下来的吧。咱们继续回归主题，可能也正是因为驼舍古帝身为异火的原因，对于异火这种天地灵物本身就遭到人类的觊觎，以及成就斗帝是何等的艰难感同身受，所以在他成就斗帝破空而去别的位面时，便归还了他所吞噬的22种异火的自由身，并留下了2种晋升斗帝的方法，专门交给已经诞生出灵智且在他成帝路上帮助最大的虚无吞炎跟净莲妖火。其一便是驼舍古帝曾炼制出一枚未曾成型的地品除丹，这玩意儿里面有着一丝元气，后续只要经过自己的稍微加工，便可称为真正的地品丹药。但你也不要天真的以为此物就跟软柿子一样让人拿捏，它的战斗力可是相当于9星斗圣巅峰强者。像后来古元跟混天帝以及竹坤还有虚无吞炎这4个9星斗圣联手，一时间都拿地品除丹没辙。唯一能够轻松制服他的方法，则是驼舍古帝所留下的化丹诀。第2种晋升斗帝的方法，则是获得驼舍古帝的传承，其传承里面也是有着一丝本源地气，而这传承则是位于古帝洞府广场的一座雕像当中。但要想成功打开雕像，也必须得有驼舍古帝所传下来的正确印记，在原著中曾有明确的提及，那就是虚无吞炎。一人便知晓这化丹诀以及怎样打开雕像的方法。未被净莲妖圣抹除记忆的净莲妖火，先前是否掌握着化丹诀不得而知，但新诞生出灵智的火灵小一却还记得打开雕像的方法。但想来驼舍古帝不能厚此薄彼，所以没有丧失记忆的净莲妖火大概率也跟虚无吞炎一样，都是知晓这2种破局之法。可他俩当时的实力分别是9星斗圣初期与5星斗圣的实力，要想炼化地品除丹或者当着对方的面获得古帝传承，人家地品除丹自然是不肯答应啊。天知道你成就斗帝之后会不会将它给炼成真正的地品丹药。眼下最好的解决方法，那就是他俩先逃出古帝洞府，然后再各自寻找可靠帮手前来获得古帝传承。所以在虚无吞炎与净莲妖火的连坑带骗之下，地品除丹便助力他2人相继逃离此处，并渴望着他2人日后前来相救。但驼舍古帝在此地留有特殊禁制，这2枚异火与地品除丹的约定在走出洞府的那一刹便被抹除的一干二净。后来虚无吞炎来到魂族，过上太上皇般的生活。他本来是打算借助魂族之力凑齐古玉，到时不仅能借混天帝之手短暂压制地品除丹，且顺手带走传承雕像。但万万没想到，他在利用化丹诀将地品除丹制服后，混天帝竟然先他一步将其吞下。你说你吞也就吞了，至少也有这一座传承雕像。可虚无吞炎本打算将之带走时，混天帝竟畏惧接下来竹坤与古元2人的联手围攻，虚无吞炎还没来得及说话的，便被混天帝一把给拽回了魂界。甚至等到后来混天帝成功炼化地品除丹达到斗帝，卸磨杀驴的他竟然将虚无吞炎给吞噬，成为自己的一道本命之火。这也难怪虚无吞炎会被誉为整个斗破当中最为苦命的打工仔，合着啥好处没捞到，且为魂族血脉延续了上千年，结果到头来连自己的命都搭上了呀。而净莲妖火也没比对方好多少，他刚刚离开古帝洞府便被净莲妖圣所擒，不仅成为对方打手，且一些脏活累活都是他干的。然而净莲妖圣大限之际，竟害怕对方那杀戮之气会给中州带来灾难，结果用炼天古阵一封又是数千年。本以为此次脱困在即，好好筹划一下怎么进入古帝洞府获得传承，结果净莲妖圣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这次出现，竟又将他的神智与记忆给全部抹除掉了。怪不得人家会接连背刺你2次，成就斗帝的大事被你阻碍了好几次，这事搁任何人身上他也受不了啊。后来新诞生出灵智的火灵小一通过残存的记忆助力7星斗圣的萧炎打开驼舍古帝的雕像。古帝残魂一看，这怎么数万年没见，你净莲妖火咋还让人给恢复出场模式了呢？就算古帝传承给你也没啥大用呀。加上萧炎身怀多种异火以及修炼过焚诀，也算上半个同门师兄，所以萧炎便成功获得古帝传承，一跃从7星斗圣蹦到斗帝层次。不得不说，原本最有希望晋升至斗帝的2枚异火，最终却成为了他人的嫁衣，这结局确实是有点令人挺唏嘘的。若是当初他俩选择投奔的是古族与萧族的话，如今会不会已经双双突破至斗帝层次了呢？